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新加坡这个全球闻名的城市国家，长期以来被誉为造地的奇迹制造者。为什么？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靠着填海造出来的。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因为填海工程，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增加了足足约20%，从581.5平方公里扩张到了725.7平方公里，并计划在2030年进一步增至76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都是寸土寸金，背后需要投入的资源和技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有一个小知识，传统填海工作依赖的是沙子，没错，就是我们脚下那颗颗不起眼的小沙粒。整体填海工程需要堆沙子来抬高土地，直到高出海平面。然而，这种方法成本极高，据统计，每填1平方公里的土地就需要耗费数千万吨沙子，而这便引出了今天的核心问题：依赖沙子造地还能持续多久？沙子是地球上仅次于水的第2大自然资源，但它并非无限。过去20年间，新加坡已经进口了超过5.17亿吨沙石，成为全球最大的沙子进口国。然而，沙资源的全球供需紧张正在迅速加剧。由于生态保护和国际贸易限制，像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减少甚至停止沙的出口，这让新加坡依赖沙资源填海的模式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此同时，沙资源的短缺还带来了显著的价格压力，全球沙料价格越来越高，这不仅影响了新加坡的填海成本，也为未来填海工作的继续敲响了警钟。那么没有沙子，新加坡还能继续完成它的造地奇迹吗？今天我们要揭开的就是新加坡如何用创新技术突破这一难关。答案就在一种名为围填的黑科技，它不仅能减少沙石的使用，还能为全球造地工作提供崭新的解决方案。一个奇迹国度的造地梦该何去何从？让我们继续。在解决沙资源短缺的压力下，新加坡并没有停下造地的脚步，而是选择了一种创新技术来改变传统造地模式——围填技术。这个技术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它的背后却来自历史悠久的荷兰。对于长期与海洋抗争的荷兰人来说，围堤排水的围填方式早已成为一种造地的智慧。而新加坡如今正在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自己的填海项目中。那么什么是围填？简单来说，围填并不是通过堆沙子将土地抬高，而是先在海域内部建造一个高高的堤坝，再通过泵站技术排出水，把海底变成可以使用的土地。这一区域的地势甚至可以低于海平面，但在核心工程保护下，依然能够保持干燥和稳定。传统填海需要大量沙石，而围填技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减少沙石使用量。数据显示，通过围填造地，比传统方式减少了近50%的沙石使用量，直接降低了对全球沙资源的依赖。这样一来，新加坡不仅能节省大量成本，还解决了国际沙贸易限制带来的困扰。围填技术已经开始为新加坡创造真正的改变。它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就是德光岛普莱泰康。这个项目让新加坡迈出了抛弃传统填沙模式的重要一步。德光岛的围填区域达800公顷，相当于2个大巴窑镇的总面积。为了完成这项工程，新加坡在海域修建长度达10公里的堤坝，并高出海平面大约6米。工程还直接将其地面设计成为低于海平面约1.2米，通过特别的泵站系统维持干燥与稳定。不仅如此，整个围填区使用了约1000万立方米的粘土作为填料，总量相当于4000个奥运泳池的体积。这个数字够令人震撼吧？这样的技术不仅让新加坡的土地扩展成为可能，还减轻了填海工程对环境资源的压力。相较于传统堆沙造地的方式，围填更加注重科学的运用和聪明的工程设计。这是一个在全球沙供应紧张以及环保议题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新加坡献给海洋工程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那么，围填技术真的意味着每块新土地都是完美的吗？其实不然。尽管它能够减少沙子的使用，同时降低造地成本，但它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堤坝和泵站的建造与维护成本。围填需要依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围堤、泵站，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和长期维护。而在极端天气，比如暴潮来临时，泵站系统能否完全保障围填土地的安全，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围填虽然减少了沙石的需求，但粘土填料的需求量仍然很高，并且压实后的土地是否能够支撑建筑群体的载荷，也是工程优化的重点。最后，围堤可能改变海洋生态，比如影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海水流动规律，这些都需要长期的监测与调整。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战略意义。通过减少对沙资源的依赖，新加坡降低了对国际沙贸易波动的敏感度，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带来的安全问题提供了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围填造出的新土地不仅支持城市发展，还成为军事设施扩展的用地。未来围填是否能扩展到其他区域，比如东海岸民生区，或者能否结合其他新技术，更大程度优化造地模式，
这仍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围田技术本身已经让人耳目一新，但新加坡的造地创新还绝不仅止于此。未来，新加坡还计划结合不同的技术来优化造地过程，让它变得更加环保、灵活和可持续。比如，新加坡正在探索利用建筑废料回收技术来减少传统填海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时保护海洋生态。此外，还有提升泵站动态管理效率的新人工智能设计技术，它可以通过实时运算来在能源消耗与土地稳定之间找到完美平衡。同时，新加坡也在尝试生态填海的可能性，不是简单造出水泥地块，而是可以为海洋生物提供休养生息的人工生态环境。从砂石堆高到智慧造地，新加坡正在用技术塑造自己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新加坡的造地创新是否适合推广到其他国家？像东南亚国家、沿海城市甚至岛国，是否可以从中学到经验进行实施？你对这样的突破性技术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新加坡并不是只在造地，它正在造一个属于它的未来。沙资源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新加坡通过围田技术，正在为资源有限的时代提出解决方案。它所展示的不仅是造地的智慧，更是一种面对约束时的创新思维。喜欢我们的内容吗？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点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告诉他们新加坡的故事。也记得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和问题，我们期待你的观点。更多技术改变世界的精彩内容尽在我们的频道。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